今天呢，我们来体验一下非常轻量的 Alpine Linux 发行版。之前一直在用主力的 Debian 或者是乌邦图，这两个都是现今比较主流的。对于一些低配置的 VPS 呢，那我们可以来选择 Alpine 轻量级的发行版系统，体积非常小，占用资源也是非常少的。而且在安全层面上会有额外的追加保障，不会有很多繁杂的 Linux 结构。一个优势就是攻击面的减少，更不利于攻击者施展常规的攻击手段。很多大厂开源的项目呢，都会有 Alpine 的 Docker 版本，尤其是那种小内存的啊，比方说你只有512的内存，你可能就5G 的硬盘，尤其像那种 IPv6 的 NAT 机，就是资源比较低的，那你们就可以尝试用这个系统去感受一下。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它是直接给你打到最新的内核版本，跟着你最新内核，只要你开启 BBR， 默认你就 BBR3 的配置。我们可以看物理内存只占 90M， 那你 256M 的也绰绰有余。它的硬盘占用呢，只有180-200M 的这个占用，所以这就是它的优势啊。那我们今天就来拿大神的一键脚本来跟大家滴滴一个这样的系统，待会儿我会告诉大家如何去调优，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。想使用的话，建议小伙伴拿一些闲置机器来测试，因为有一些厂商呢，它是没有 Alpine 的，选择 22.04 啊，只要是乌班图、Debian、CentOS 都可以滴滴 Alpine 的这个系统。我们给它一个密码，给它一个确认密码，勾选就让它重新装一个新系统。那我们现在的系统已经重新安装完成了，接下来我们直接用大神的一键滴滴，它这个脚本呢很强大啊，还可以滴滴 Windows。我们回车一下看一下，我们就已经下载好了，直接滴滴 Alpine 的最新版本 3.19， 没有版本号的话就是最新版。你可以在这边后缀什么 Debian 啊、乌班图啊、CentOS 啊，它都是下载最新的版本，比较简单。那我们右键进来直接回车，然后它就开始执行，它去下载必要的镜像文件，放置在对应位置。这个包体呢非常小，所以安装起来重装也是非常快的。好 ，reboot 回车。如果这个时候大家不清楚当前的机器运行情况，我建议大家到后台，因为每一家呢其实都有 VNC 的，可以看到我们 VPS 的后台情况。VNC 就是救援的时候会用一下，它安装基本上2到3分钟就可以完成。如果2到3分钟完成不了的话，那就证明你安装失败了。这样的我们就已经安装完成了。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边有一个 login 去登录了，从终端往上滑，可以看到这块22的端口 root 用户名密码就是这个，默认的就是这个密码。复制一下这个密码，我们重新连接一下这台服务器，把刚才的密码输入进来。那我们现在的系统就已经安装完成了，优先去改密码，默认密码还是对我们来讲不是特别安全，我们使用这个改密码的命令， Linux 里都是这样的。那我们输入一个复杂点的密码，好，我们回车再输入一次，2次以后呢，我们的密码就更改成功。我刚才没看那个乌班图的占用，待会儿我给大家补上。Alpine 的这个系统里呢，是用 APK 这个包管理工具，同样也是 upgrade 更新系统索引，更新整个系统。好，右键进来回车，这样呢我们系统就更新完毕了。这个呢是安装命令，那我们安装一个 curl apk add， 安装任何的你都可以用这种方式。那我们安装一个 btop 是一个监控工具，这样就已经安装完成了，可以去看一下 VPS 当前的一个情况。这个 apk der 呢，它就是卸载某一个应用程序，比方说卸载 wget， 卸载我们之前的 btop。安装 Docker 的话，我们使用它包管理工具的这个 Docker 来安装比较快。好，这样的我们的 Docker 就安装完成了。Docker 开机自启，让 Docker 现在就启动。Docker 启动了，我们要安装 Docker Compose。这些命令呢可以一起输入，不用一行一行输。好，这样就下好了，授予权限。这样 Docker 和 Docker Compose 我们都已经完成了。有了 Docker 环境，理论上来讲，任何的 Docker 应用在任何的机器上都是一样的，包括我们之前的建站 LDNMP Nginx 这些都没有问题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用 Docker？ 就这点好，不分系统，到哪儿都能用。所以我现在的官网、软件站、导航站都已经在 Alpine 的这个环境构建下，非常轻量，速度也非常快，而且更安全。
没谁了。开 BBR3 啊，因为它的 BBR 无法用我们之前的那个方案啊，所以我们直接就是在系统级 FQPIE 加 BBR 的组合。我们这4行命令直接一口气输入，就表明我们已经开启 BBR 了。因为高山这个系统呢，它是 CURL 默认安装的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再额外的安装 CURL。好，我们来到 Lion 的脚本，我们看因为加了 Docker， 所以是140 MB， 你可以去自己对比一下，安装完 Docker 以后是多少。本来就是9个 G 的硬盘，很少，这边只占用了我500兆。据我所知 Linux 6级以上都是带 BBR3 的，所以我们只需要开启 BBR FQPIE 就可以了，它是默认的，它已经取代了 BBR1 的存在。重装完乌邦图以后，它的资源占用啊，内存就已经占了200，而且还是没装 Docker 的时候。下面的硬盘呢，直接就是1.7个 G， 这就是乌邦图 22.04 的一个状态。添加一下虚拟内存，这个系统呢，初始不会给我们提供虚拟内存13，再选择12。我们当前的虚拟内存呢是0，给它1024。为什么给这么点？是因为我们当前的硬盘不多，所以我们就拿硬盘换1024的内存，取决于大家了。如果你觉得你的内存不够的话，你就拿硬盘换；如果你觉得内存够的话，你就填0就可以了。这样的系统呢，你就可以去直接使用了。你可以在上面搭建你的 Docker 服务、Docker 项目，这里面的你都可以去使用。因为大部分呢都是 Docker 项目，除非像你的宝塔呀可能会用不了，其余的全部都可以去使用。而且 Lion 的脚本呢，已经基本上支持了 LPAN 的所有的使用功能。当然还是有一些特定的功能是特定系统支撑的。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LPAN 上手体验啊，非常轻量的、高效的、安全的 Linux 发行版系统。未来的话我会一直去使用，因为它的东西呢都是非常新、与时俱进的。我不喜欢用这种老系统、慢系统。欢迎订阅科技 Lion 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